Hello， 大家好，我是有人古佑文。在刚结束的巴黎男装周上，最热门的话题无疑就是 Jonathan Anderson 入主迪奥后的首个男装秀。这个成功转型 Loewe 的时尚鬼才会怎么重新编码迪奥这个历史悠久的品牌呢？我们这期的影片就要来全方位分析这场万众期待的首秀。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这次迪奥男装秀的场地选在巴黎荣军院 ，Anderson 把荣军院这样的历史建筑变成一个充满当代艺术气息的画廊，墙上挂着2幅18世纪以洛可可风格著称的法国画家夏丹的静物画，一幅是插在花瓶里的花束，而另一幅是碗里熟透的红草莓。而夏丹以温暖而谦逊的颜色构图，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艺术风格所著称。Anderson 特别选这2幅他觉得谦逊而美丽的夏丹画作，似乎暗示着 Anderson 希望为迪奥注入一种新的内敛奢华的品牌精神，从外在的浮夸转向内在品质的省思。在秀场中，观众们坐在直朴的木头椅上，模特儿们近距离地在座位间走动，让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服装的细节以及布料的质感。而这种呈现的方式，就像当年人们在 Christian Dior 的工作室里看高级定制服一样，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品质和细节。柔和的灯光以及场景为秀场营造出一种沉静的艺术氛围，让服装本身成为焦点。这种对于工艺以及细节的坚持，也是 Anderson 向市场传递新的迪奥所标榜的品牌价值。在秀前，迪奥就不断释放讯息，预热这场 Anderson 的首秀。首先是释出 Andy Warhol 长进的拍立得照片，画面中的主角是贾桂林甘乃迪的妹妹，以及已故的传奇艺术家。再到法国足球明星系着迪奥领带的影片。还有青蛙造型的针插，印有德古拉和危险关系书名的提带，甚至连邀请函都是迪奥1975年典藏品的复刻版，一个雕塑了3颗蛋的陶瓷盘子。这些都暗示着他将在迪奥探索艺术、文学和历史的深度，为后续的系列解读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这次秀的星光闪耀程度，简直是把半个娱乐圈都请来了。来宾包括蕾哈娜、ASAP Rocky、丹尼尔·克雷格、罗伯·派丁森、韩国团体 TXT 以及金敏奎等明星，简直是一场时尚界的奥斯卡红毯。除了娱乐界，时尚界人士像是 Donatella Versace， 还有前 YSL 的设计师 Stefano Pilati， 以及刚接任 Balenciaga 艺术总监的 Pierpaolo Piccioli 等设计师同行也前来观秀。这不仅为品牌带来巨大的曝光度，也为 Anderson 的首秀营造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以及期待感。Anderson 打趣说，他入主迪奥就像在读博士学位，要先解码品牌的历史，然后再重新编码成当代的样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的作品，除了融合自己对男装一贯的性别流动观点，更将迪奥的历史符码透过材质、轮廓以及造型的巧思，转化为符合当代精神的男装语汇。这是走秀的开场造型，可说是 Anderson 对迪奥历史的致敬与转译，像是以 Christian Dior 经典 New Look 为灵感的 Bar Jacket， 这件有着女性化收腰剪裁的迪奥标志性单品 ，Anderson 将其引入男装，并以带有男性化以及粗犷感的材质爱尔兰多尼戈尔斜纹软呢重新演绎，同时保留了收腰以及强调臀部线条的设计细节。而搭配 Bar Jacket 的超大尺寸工装短裤，灵感是来自于迪奥典藏的女装礼服。裤身带有丰富的皱褶和蓬松感，如同裙摆般在后方展开，将高级定制服的结构以及丰盈的亮感转化为日常的男装，展现出独特的气场感以及戏剧性，既尊重了迪奥的历史，又巧妙地将其性别转译为男装语言。在这场秀中 ，Anderson 也对传统男装进行了年轻与休闲化的改造。他让领带反带，标签朝前，深 V 领外套内部只穿领巾，而宽松的裤子有着不对称的垂坠细节，或是右脚反折的休闲感牛仔裤，
甚至是长至脚踝的超长版洋装式衬衫。这次的秀也刻意挑选有贵族气息的年轻纤细模特儿，以轻松自然的姿态展示这些生活感十足的服装。而这些看似未完成或错位的造型设计，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贵族式的漫不经心，在精致之余有着年轻世态的反叛感。此外呢，系列中还有斗篷与长版晚宴丝巾的应用。斗篷的设计宽松，部分为针织的材质，并且系有超长的丝带。长版的晚宴丝巾随意披挂或从衣摆流出，这些元素为整体的轮廓造型添增了慵懒以及性别流动的感觉，为严谨的男装带来一丝柔和与浪漫，强化了贵族式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色彩应用上 ，Anderson 没有选择过于沉重的色调组合，而是以一种轻盈、明亮并且充满活力的调色盘贯穿整个系列。在传统男装深色调的基底中，运用大量的柔和粉色系，像是淡粉红以及鲑鱼粉色、清新的绿色、优雅的蓝色以及中性的紫色调。这些色彩巧妙地融入不同材质，整个系列看起来更加年轻有趣。也打破了男装色彩的刻板印象，像是艺术家调色盘般的色彩组合，为迪奥的男装注入了融合艺术与年轻朝气的生命力。在细节装饰上，创始人 Christian Dior 本人对洛可可时期极其着迷，而 Anderson 以此为灵感，融入了洛可可风格的图案与精致的刺绣，展现了对品牌历史细节的考究，而这些细腻的刺绣与设计细节，也展现了迪奥作为高级奢侈品牌应有的细致工艺品质。在配件方面，迪奥女装之前畅销的书本包也延伸出了男装版本，而这些书本包印有经典的文学作品封面，如《恶之华》、《德古拉》和《危险关系》等等。将知识分子气质和艺术性融入商业产品中，成为造型里头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而缀满流苏的包款与宽版领结式配件，则更彰显了一种性别流动的贵族气质。鞋履的部分呢，则包括了学院风的 CD 乐福鞋，带有 Loewe 风格的渔夫凉鞋搭配条纹袜，以及绒面皮革的 logo 拖鞋、优雅的凉鞋，甚至还有充满青春气息的类帆布运动鞋。这些鞋履都展现了 Anderson 在细节上的创意巧思，而且感觉都是很好卖的单品哦。Jonathan Anderson 的迪奥男装首秀在时尚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普遍都认为这是一次充满策略性考量的亮相。作品也将艺术与商业性之间的平衡拿捏得刚刚好。这次作品的惊艳指数可能不算最高，但是呢，销售前景上则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而造型和工艺则是也获得了普遍的称赞。这些评论透露了一个关键的讯息：Anderson 似乎在刻意压抑他以往在 Loewe 时期的那种极致的实验性以及颠覆感。也有评论认为，这次的秀因为秀前社群媒体的过度预热，导致实际发布的时候呢，产生了反高潮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啦，这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慢热策略。迪奥作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庞大品牌，不但要考虑到品牌的形象，同时也要兼顾实际的销售表现。在这样的商业现实之下，其实是不允许任何有损品牌形象与销售的创意失误。虽然也有评论指出，这系列的设计带有 Loewe 与 Uniqlo 的既视感，但 Anderson 对迪奥经典元素的重塑，像是 bar jacket 的男装化，以及对传统正装的解构，都清晰地表明了他正在尝试以温和的方式调整前任设计师 King Jones 的设计语汇，并且建立属于自己的迪奥男士形象。这种慢热的策略，也是他在 King Jones 的成功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进行重建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Anderson 的迪奥首秀也反映了目前奢侈品市场的现况，也就是当前奢侈品市场正经历从过度街头化走向经典奢华回归的趋势。
许多品牌都在重温经典或是强调工艺传统。Anderson 这次系列中展现的学院风和贵族式的休闲感，这是对这种趋势的精准回应。他将传统上流社会的着装规范以一种不修边幅和生活感的方式呈现，创造出一种既精致又轻松的知识青年风格。这与 Ralph Lauren 以及 Brooks Brothers 等品牌所代表的常春藤联盟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我个人认为 Anderson 的设计更具现代感和颠覆性，在传统的老前怀旧风格之中注入了更年轻与性别流动的视角。这组针对年轻富有阶层而设计的系列，从秀后设计师谢幕时宾客们热烈的反应看来，可以想见的应该会卖得不错哦。总结来说呢，我个人认为 Jonathan Anderson 在迪奥的首次男装系列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转型序曲。他以对品牌历史的博士学位式的解读，以及透过秀前的文化行销、秀场的艺术布置，还有服装上对 bar jacket 的男装化、工装裤的女性化结构应用，以及年轻化男性正装等等手法，巧妙地注入它标志性的性别流动以及高低混搭美学，并且选择以慢热的策略，为迪奥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铺设稳固长久的未来地基。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博士学位最少也要念3年，现在不知道 LVMH 会不会给 Anderson 足够的时间去深耕品牌，还是会像 Gucci 一样，2年的商业表现不佳就换人了呢？而接下来的女装与高地系列中，它又会如何在兼顾品牌历史与话题性的前提下，端出提振迪奥业绩的系列作品呢？这绝对会是未来时尚界的关注焦点，我们将持续为你分析报道。如果你也喜欢时尚相关的新闻与分析，欢迎现在就订阅我们的频道，或是用超级感谢请我们喝杯咖啡。我是永恒库古佑文，我们下个影片见。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